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只要找到合适的机会，就立刻和他离。你每次都这么说，我都等了2年了。我看你压根就是不想。我不管，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来说，把咱们的事都告诉他。你要是说了的话呀，我就是能拿走一半的家产啊。那又怎么样？即便是拿走一半，你看，也够咱们一辈子的衣食无忧了。这周氏集团呀，市值数亿，你甘心只分走一半吗？只要他死，这一切就都是。难道你就不想成为周氏集团的董事长夫人，不想成为亿万富翁？好啦，马上就回来了，不能让他发现咱俩的事儿。这样，难道不是更刺激吗？既然你不愿意揭开咱们的关系，那只好我自己来。我已经等不及要成为这里的女主人了。老婆，老婆，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正跟小雨说你明天生日宴呢。夫人，希望你能聪明一点。老公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衣服都弄脏了。啊？是吗？可能是不知道碰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他就是我的老公，而他就是那个小三。我们10年前认识，当年他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，而我则是周氏集团的千金。我不顾父母的反对和他在一起，却没有想到，一切都是他精心布置的陷阱。老杨，我会永远喜欢你，永远跟你在一起的。以后打扫卫生仔细一点，省得一些不干不净的东西弄脏了家里。是，夫人，去给先生放水，让先生洗一洗。还不快去！好了，别生气了。明天他就过生日，他会在他的生日宴上宣布把整个集团的管理权交给我，我会把他的股份一点点的投入，到时候你就再也不用再看他的脸色了。真的吗？可不能骗我，我已经受够了给他端茶倒水的日子了。我也早就受够了。10年前，我像条毒蛇一样盘在周家的门槛上，连呼吸都带着好好的活动，想方设法的靠近周瑶，和他结婚，更是杀了他的父母。现在这一切终于该上了。为了今天，我等了这么多年，付出了这么多，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，绝对不能让他知道。但我不想再等下去。啊，先生，万一夫人过来。刚才不是你说想要刺激他吗？放心，他不会来的。哼，夫人，我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？
既然你们喜欢演戏，那我就好好陪你们演一场。老公，怎么了？夫人，这回你总能发现了。卓丽，怎么回事？啊，老婆，没事儿，刚刚小雨不小心打碎了杯子。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怎么照顾先生？还不赶快收拾好！你，老婆，小雨也不是故意的，别生气。没听到夫人说的吗？赶紧收拾干净。老婆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别生气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这里是10万块，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帮我勾引你闺蜜的男人，也是我的老公。你有病吧？让我勾引你老公？难道你不想知道你闺蜜为什么能开豪车，能有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看看，事成之后，我会让你拥有你闺蜜现在拥有的一切。我老公，周氏集团总裁，拥有价值5个亿的股份，年少多金，而且最喜欢花言巧语。2年前包养了你的闺蜜，让她成为了我的女佣。你老公是周氏集团的总裁？我说林小雨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钱？原来是傍上了你老公啊！我不顾父母的反对和他结婚，为了他，把总裁的位置拱手相让，更是把周氏集团所有的合作关系都介绍给他，让他从一个穷小子变成了高高在上、让人羡慕的存在，而他却背叛了我。那你为什么不离婚？如果离婚的话，他不仅能分走1半的家产，更是能拿走几个亿的股份。而且这么做太便宜他了。我没有爸爸妈妈了。瑶瑶，你以后还有我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周小姐，你父母的车祸身亡，确实不是意外。是我老公，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的老公2年前就出轨了，而他出轨的对象就是你家的女佣林小雨。能找到他杀害我父母的证据吗？他是个聪明人，做得很干净。我们尝试了很多办法，不过我们怀疑林小雨的手中有证据，即便没有，他也极有可能是人证。林小雨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但想要从他身上获得证据很难，他可是你老公的情人，而且据我们所调查，他是真的爱你老公。真爱，越是这样才越容易。
当他知道自己只是玩物，被其余的女人替代后，他会怎么样？考虑的怎么样？你也不想你的闺蜜飞黄腾达吧？我要1000万。成交。张泽，我会让你亲手把林小雨逼走，让她对你恨之入骨，把当年你杀我父母的证据交给我，然后让你身败名裂，更要让你血债血偿。明天就是我的生日宴，我要你在宴会上把我老公从你闺蜜手里抢过来。但你老公是周氏集团的总裁，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呀？而且这林小雨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你真的确定他会喜欢我？一个花心的男人怎么会拒绝一个主动送上门的女人？更何况还是一个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钱的女人。什么意思？周瑶，你早就知道我和你先生的关系了，怎么装不下去了？他喜欢的是我，如果你有点自知之明，就识相的离开，至少嘛，还能保留你周氏集团千金的体面。哼，有时候我还真的挺佩服你们这种当小三的，能把这么不知廉耻的话说得引以为傲。他以前也说过只爱我一个人，结果呢，男人的话只是逢场作戏，只有傻子才会相信。哼，你信不信我把我和他的关系公布出去，让他和你离婚？好啊，那你可要好好试试。哼，你现在身上穿的、用的、带的，哪一样不是他花钱给你买的？公布出去，为了保全周氏集团总裁的身份，你说他是会选择跟我离婚，还是让你直接滚出去？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这里的女主人。哼，周瑶，我不但要抢你的男人，你的一切我都要，会让你输得一败涂地。好啊，那就拭目以待。但是现在你只是个女佣，女佣就要有女佣的样子，不要自以为是，也不要自以为自己很聪明，不然输的可是你。林小雨，我给你和我老公准备了一个惊喜，你们一定会喜欢。哇，周小姐今天可真漂亮！周氏集团不仅蒸蒸日上，而且周小姐和张总的感情更是让人羡慕呢。是啊，现在男人稍微有点钱就容易变坏，但张总对周小姐那是一心一意，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什么绯闻。周小姐，你平时都是怎么管教男人的呀？有没有什么经验也告诉我们？哪有什么经验呀？干杯！婚姻就像一颗腐烂的水果，有时候从外面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实则内里已经腐坏不堪。老婆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，你看看喜欢吗？老公，你帮我戴上吧。好。哇，这可是香奶奶最新款项链，听说一条就要几千万呢。哇，
张总真是好大的手笔，要是我老公能送我一条这样的项链，我得幸福死呢。我很喜欢，谢谢你老公。不过以后别买了，这个礼物太贵重了。看你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？只要你喜欢就好，就算再贵也值得。小雨，我戴这条项链好看吗？夫人跟这条项链很搭，先生送夫人这么贵重的礼物，一定花了很多心思。老婆，该吃蛋糕了，还不赶紧给夫人切蛋糕？是，先生。夫人，吃蛋糕吧。啊！老婆，你没事吧？夫人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小心。啊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周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你还不快给夫人擦干净！老婆，你今天过生日了，别生气了啊！别给你那佣人把钱是。既然先生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地上的蛋糕擦干净，否则滚出周家。佣人就该有佣人的样子，不要以为先生平时对你好点，就把自己当这里的女主人。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难道不想和他在一起了？周瑶，早晚有一天，我要把你踩在脚下。张泽，咱们的游戏还没真正开始，你猜林小雨会不会背叛你我老公张泽，周氏集团总裁，年少多金，在他眼中，女人就是玩物。他看上的女人都是唾手可得，越是容易得到的女人，就越不容易珍惜。林小雨如此，其他女人也是如此。想让男人真正喜欢上你，就不要成为送上门的猎物，而是要成为鱼钩上的鱼饵。只有学会欲拒还迎，才能勾起他们的占有欲。张泽，你果真没让我失望。老公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朋友李梦。李梦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一个男人对你有没有兴趣，在他看你第一眼的时候，就已经能够看出来。林小雨，你看上的男人是我的呢。老公，欢迎进入我精心为你准备陷阱。老公，梦梦是我的好朋友，后面我打算把她安排进咱们公司，你可以跟她好好聊一聊。我带小雨去招呼一下外宾。周瑶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你猜？你想让他勾引先生，
以为随便找个人伪装一下身份，就可以把我从先生身边逼走？还算有点脑子。你说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先生，你的计划还会不会成功啊？你可别忘了，她可是你的闺蜜，她可知道你不少秘密。你什么意思？当初你怎么接近先生的，不也是隐藏了你那些陪酒女的过往？你和她一样，平日里喜欢把自己装成千金大小姐，或者是知书达理的乖乖女，专门钓那些有钱的男人。你可以去告诉先生，我也同样可以告诉他你的过往，揭开你们的关系。到时候我没什么损失，可你……我老公只会怨恨你，和你拼命的撇清关系。李梦她一定不会成功的。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我们就赌一把。如果我输了，我自己离开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先生爱的只有我一个，你们都不会成功的。好啊，那就拭目以待。李小姐年轻漂亮，应该有不少的追求者。张总，我可是瑶瑶的朋友，你这样做不合适吧？李小姐想多了，我就是单纯的想要夸赞你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张总。没关系。我看上的人，从来都逃不掉。这么做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？男人都是花心的，与其让他自己在外面找一个，为什么不是我自己给他找一个呢？至少我找的这个女人听我的。你说对了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男人就是那样，要么你成为他的玩物，要么让他成为你的玩物。老公，你们聊得怎么样？我们呀聊得十分开心。李小姐不愧是国外回来的高材生啊，不仅十分有才华，而且对咱们公司的一些看法也十分独特。那就好。老公，趁着机会，我想把周氏集团管理权的事情告诉一下大家。好。今天过后，周氏集团的一切就都是我的啦。你和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跟她就聊聊天。你别骗我，否则我就把周瑶父母的死。周瑶现在上去就要宣布，管理权交给我，公司马上就是我们的了。到时候我一并去年。周瑶，你输定了！你不但会失去男人，还会失去整个周氏集团。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生日宴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：自从我父母去世以后，周氏集团就由我来继承，但实际上一直都是我的老公张泽在打理，而他也没有让我失望。周氏集团在他的管理下蒸蒸日上，我要把公司的管理权彻底交出去，趁机好好休息一下。周总要把管理权交出去啊！周氏集团啊，市值数亿啊，万一张总对周小姐一心一意，周小姐把周氏集团交给他，也是情理之中。就是张总绝对是最佳人选。以后周氏集团管理权就交给
李梦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把管理权交给了张总吗？怎么换成了李梦？是啊，李梦是谁？难道是什么厉害的大人物吗？就算李梦很厉害，张总才是周氏集团的人，难道管理权要交给个外人？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不好意思啊，张总，这都是瑶瑶的安排。老婆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把公司的管理权交给我。老公，这些年你为了公司辛苦了，我们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而且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？孩子什么时候都能要，他对咱们公司根本一点……老公，你刚刚不是和李梦聊得挺好的吗？你还夸他业务能力很不错呢。老公，公司交给梦梦没问题的，你放心。不行，咱们周氏集团市值数亿，你交给一个陌生人，这样对大家都不负责任。不光我不会同意，你问问这些股东，看看他们同不同意。不光我不会同意，你问问这些股东，看看他们同不同意。瑶瑶，张总说的没错，把周氏集团交给一个外人来打理，这未免也太草率了吧？对，张总对周氏集团的贡献啊，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。管理权只有交给张总啊，我们大家才能放心啊。没错，我看周氏集团的事情还是交给张总处理比较好。对。老婆，公司现在离不开我。你父母去世的时候，我发过誓，要一直照顾你，一直照顾好公司。我不能看见公司出意外啊！老公，我本来真的很想把公司交给你，可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老婆，我该死的贱人，都是你！男人犯点错很正常，我能理解你的，老公。但是犯了错就要及时改正，老公，你说对吗？老婆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我以后不会了。老公，你能明白就好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既然这样，趁着机会，你和他划清界限。老公，你知道怎么选，对吧？不知道。张子，已经进入陷阱中的你，还怎么逃出去？我要让你为我爸妈偿命！我夫人的决定，我很赞成。以后就由李小姐来掌管周氏集团。我相信周氏集团一定会扶摇直上，蒸蒸日上。哎呦，这是妥协了，真交给他了。看来你的豪门梦要破碎了。闭嘴！张总，你怎么？都是我的问题，我犯了全天底下男人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做了对不起我老婆的事儿。啊，怪不得啊！什么？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你对得起瑶瑶，对得起她父母吗？要不是瑶瑶，你哪有今天啊？畜生！你能干出这种事儿？我老公已经知道错了，请大家再给他一个机会。你们这些老东西，等我拿到周瑶手中的股份，全部把你们踢出去。现在你认为自己还有机会吗？张泽，
周瑶，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，那咱们就鱼死网破。周瑶，你以为张总他……够了！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这就是一时糊涂，我跟你一点感情都没有。你可以走了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俩面前。你老婆，我今天就跟他划清界限，以后不会再联系他了。老公，我相信你，毕竟在我眼里，家才最重要。张泽，你跟徐浅假意的人渣，你不要忘了，他就是够了！我刚都说了，以前的事不要提了。去和你解释。老公，小雨她还年轻，犯一次错在所难免，何必要揪着不放呢？不好意思，让大家见笑了。老公，你招待一下大家，我送一下小雨。张总，难道你还在想着小雨？李小姐说笑了，我刚才说了，我不会再跟她联系了。李小姐，恭喜你啊！我都没想到我夫人真的把整个集团交给你掌管了，以后连我都要听你的了。那预祝咱们合作愉快。张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还想犯错？难道不是我夫人派你来勾引我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回去再给你解释。林墨是我闺蜜，她是夫人请来故意接近你的，想拿走你的股份。你跟夫人的事儿啊，小雨已经告诉我了，来一下呗。周瑶找你来帮忙，我也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张总想让我帮什么忙？让我夫人跟林小雨消失。什么？你之所以答应周瑶，不就是为了钱？你只要愿意帮我，可以给你更多，而且我可以让你成为周氏集团的总裁夫人。可是我帮夫人不是更好吗？毕竟她才是周氏集团继承人。周瑶找你过来帮忙，只是想借你的手拿走我手上的股份。这周氏集团可是市值数亿呀，你难道就不想拥有更多吗？你跟我合作，骗走周瑶手上的股份，到时候周瑶拥有的一切你也可以拥有啊。你不是已经和林小雨合作了吗？显然你们没有成功。那林小雨就是个主仆，如果不是他自以为是，我怎么可能会被周瑶发现？我早就成功了。你是他安排的人，他对你不会有一点怀疑。现在整个公司的管理权也都在你手上，你只要愿意跟我合作，这件事儿轻而易举。你到底是跟我合作还是跟他合作？我猜这才不难选吧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，李小姐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你不要再假惺惺装模作样了，你不就是想看我的笑话？刚才的赌约，好像是我赢了。你真的以为自己赢定了？你不会是想说，
他刚刚对你说的只是逢场作戏，他喜欢的还是你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和他才认识2年，而我和他认识了10年。他是什么人，我比你更了解。我最讨厌你这副高高在上、自以为可以掌控所有事情的样子。忘了告诉你，李梦的事情我已经告诉他了。你猜他接下来会怎么做？还会不会上当？哼，看来张泽说的果然没错，你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，总是意气用事，藏不住任何秘密。哼，随你怎么说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不可能会成功。你拿不到他手上的股份，也不可能让他回到你的身边，他还是会坚定的选择我。哼，既然你那么笃定，那咱们就再赌一次，就赌他会不会和李梦在一起，抛弃你。只要你不把刚刚咱们的对话告诉张泽，他肯定会和李梦在一起，因为在他眼里，你已经失去了价值。输了，我离开；赢了，帮我做件事情。赌就赌，周瑶，你这次输定了。婚姻的本质就是热情过后的权衡利弊，况且你只是他的工具。当一个工具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只会被主人抛弃。李梦，你和林小雨一样，都是有野心的，你肯定会和张泽联手的吧？夫人，您今天在宴会上主动挑明了林小雨的身份，他肯定会把我的事告诉先生，到时候这件事不用你操心。先生他是否已经上钩？是的，夫人，先生主动找上我说想要和我合作。回去夫人问起来啊，你就说我已经上钩了。这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资料，先生说让我告诉夫人，这家投资的回报率很高，引夫人上钩。我老公真是急不可耐。先生还说，为了让夫人相信他会把自己的股份全部抵押出去，来获得大量资金，从而保证夫人的每次投资都能够得到满意的收益，然后让我劝说夫人也抵押公司股份，获得大量资金，等夫人彻底入局后会血本无归。做得很好，就按先生说的做，我会不断加大投资。啊，夫人，这样做，等到快要收网的时候，我就停下来，到时候他就会血本无归，投资的股份也就彻底拿不回来。可先生会相信吗？到时候我会把股份抵押，让你来全权负责这次投资。他知道后肯定会相信，毕竟在他眼里，你和他才是一伙儿的。是，夫人。到时候周氏集团的一切就都是我和先生的了。林小雨，我会让你认清张泽的真正面目，拿到你手中杀害我父母的证据。事情做得怎么样啊？夫人没有发现。夫人没有怀疑，夫人还说把投资的事情彻底交给我，让我来进行。做得不错。你真的会踢开林小雨和我在一起，让我做周氏集团的总裁夫人？放心，到时候啊，我会让他们两个都消失。那预祝咱们成功。男人最爱的永远是下一个，不是你，也不是我。现在
信吗？也就你还有心情吃东西。你不要忘了，李梦也背叛了你。急什么？哭闹有什么用？就算要复仇，也得让他们10倍、100倍的还回来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爱了他那么久，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但换来的是什么？相比较你，我更了解他，他会喜欢你，也会喜欢上别的女人。你比我好不到哪里去，你和我都一样，在他眼里，你和我都只是被他利用的工具。不，我们不一样。我选择的是复仇，而你选择的是忍生。好了，你可以过去听听他会怎么对你。撒谎。张泽，你刚才跟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雨，听我解释，我刚才在收买李梦，我想让他跟我一起联手对付周瑶。真的？他同意了？你不是已经跟我说过他跟周瑶联手的事了吗？有这个把柄在，再加上我多加钱，他当然同意了。就没有其他条件了？没了，这些啊，足以让他心动了。小雨，我知道生日宴上委屈你了，你放心，等我拿到周瑶的全部股份，我就立刻和你结婚。你不会到时候喜欢上李梦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他就是合作关系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更好的未来。张子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？要不是因为你知道我当年杀害周瑶父母的事儿，我怎么可能让你留在我身边？恶心我！到现在还有幻想，失去利用价值的你会被他当作绊脚石，他会想方设法的让你消失，就像当初对我父母那样。你说什么？就像当初他杀我父母那样。你怎么知道？所以你一次次和我打赌，不惜安排李梦在他身边勾引他，就是为了证明张泽可以抛弃我，挑拨我和他的关系，从我手中拿到证据。不错，他想要公司我可以给，但他不应该杀我的父母。帮我作证，我可以给你1000万，足够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生活下去。我为什么要给你？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和张泽就不会闹成现在这样。即使没有我，他也会舍弃你。我只不过是让你自己不要骗自己罢了。好，我手里有他杀害你父母的视频，但是我要听他亲口说，从头到尾都是在利用我。成交。老公，不正当的关系都会有失控的一天。
周瑶已经把投资追加到了1个亿，而且他手中的公司股份已经全部抵押进来。明天的庆功宴，他会亲自把所有资金都投进来。好，我们是时候收网了。到时候我就是周氏集团的总裁夫人了。夫人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啦。到时候你就跟他们一起消失。瑶瑶，你可真是有眼光呢，想不到安排的人这么厉害，短短3个月，竟然让咱们周氏集团赚了将近5个亿呢。这都是梦梦的功劳。周总客气了，都是你眼光好。你们呀，看来呀，我们这些老家伙该退休了。公司啊，在你们手里啊，肯定会更好。没错，要是瑶瑶的父母知道，肯定也会放心的。张泽也很不错呀，虽然之前犯了点小错误，但是男人嘛，当初他们还不同意瑶瑶的婚事，我看他们就看走眼了。瑶瑶的眼光肯定不会错的。各位放心，我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干杯！来，张泽，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。我是，你也是。今天的庆功宴不仅是为了庆祝咱们周氏集团近3个月取得的优异成绩，同时也是告诉大家，我们决定将投资再追加到5个亿。什么？5个亿？瑶瑶，你真的要追加5个亿吗？瑶瑶，你这是把咱们公司所有的股份都抵押了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？万一投资失败，咱们周氏集团可就……是啊，虽然说前期赚了不少，但是我们不能冒这个风险啊。是啊，老婆，这样会不会有点太冒险了？这次投资一旦成功，周氏集团的市值就会翻倍。周氏集团是我父母的心血，到时候他们也会为我高兴的。老公，你会支持我的，对吧？我觉得瑶瑶说的不错，这公司啊是爸妈的心血，虽然投资有风险，但是我相信瑶瑶，我也决定支持她。谢谢你，老公。恭喜啊，周总，您的复仇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。周氏集团总裁夫人的位置马上就要是我的了。我想了想，决定放弃本次投资。张子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投了？我怎么可能不投了？他要是不投了，前期质押的那些股份，哎呀，哇，这么好的机会，老公，我想了想，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这次的投资的确有风险，周氏集团不仅是我的，也是大家的，更是我父母的心血。我要为大家负责。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投资也是如此。我不能因为我的一己有势，就拿大家的前途，拿我父母的心血豪赌。瑶瑶说的不错呀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生意场上啊就是这样，一步错就可能万劫不复。我们支持瑶瑶，瑶瑶，我们支持你。老公，你会支持我吗？老公，是不是很意外？什么意思啊？老公，你和李梦联手做了那么大的一个局，不就是为了拿走我的股份，逼我离开公司吗？老公，你把你的钱全部抵押进去，现在那些钱
成了我投资的回报，在我手里。你说，现在的你是不是一无所有了？燕燕，你骗我！干什么？如果不是你勾引他，怎么可能会知道？是我没有。又是你！你早就知道我要和张总联手，是你设计的。不错，但是现在你们知道，已经晚了。老妈，再给我一次，是我错了，都是我错了。是张总指使我的，甚至他和林小雨还有联系。够了！别再往我身上泼脏水了。老妈，你相信我，他那都是胡说的。我跟那个林小雨早就断干净了。老公，我真的可以再相信你一次吗？老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啊！老公，你不是说和他已经分开了吗？他现在来是来找你。老妈，相信我啊，我跟林小雨真的干净了。我这就下去问他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？要是让周耀再知道我还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再也翻身不了了。走，赶紧走。我承认，刚认识你的时候，我的确是为了你的钱，但后来我是真的喜欢上你。我不在乎你现在有没有钱，我只要你一个答复：你是跟我走，还是留在这里？够了，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。再说，之前要不是你自以为是，周瑶怎么可能会发现我们两个人？我告诉你，我之前就是在利用你，只是在玩弄你。现在你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，我还留着你干什么？滚！现在就给我滚！我说了，我不会再跟你在一起了，你不要再想方设法的勾引我。我怀了你的孩子。你看看，我只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跟不跟我走？老婆，故意的，他就是想挑拨咱俩的感情。你这肚子里的野种不知道是跟谁，你来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我告诉你，一分钱都没有。曾经我给你一次次的机会，以为可以挽回一切，但是换来的是不断的背叛。现在我懂了，如果什么都可以原谅，那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是活该。我输了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错的不是你，而是他，张泽。你骗了我，骗了林小雨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会一起联手来骗你？好啊，原来告诉人是你。张泽，你终于不装了。是，周瑶，我确实没想到你能跟这个贱人联手，但是你也别忘了，投资的事儿你可都交给了李梦，白纸黑字有合同在，这件事他决定，你根本就管不了。你个畜生，你敢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要不是他们两个贱人，周氏集团早都是我的了。所以你确定要和他联手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李梦，
你没有别的选择，日想成为董事长夫人，不想高高在上吗？只要你跟我合作，他们两个只能出局。对不起了，夫人，我决定和先生合作，毕竟以后他就是我的先生了。周瑶，还有什么手段？还有你，林小雨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，活该！成年人的世界里就只有利益，感情不过就只是用来衡量的物品。我跟他在一起是因为利益，我想方设法的置他于死地也是因为利益。我有什么错啊？既然我早就知道李梦会和你联手，你认为我还会把管理权全部给他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合同是无效的，早在你们签订合同之前，我就已经换过了。而且你所谓的倚仗，也只是你想象的。李梦，你骗取公司财产的金额高达数亿，你说你会是什么下场？而你，张泽，你将付出更大的代价。这是谋杀，万一被发现……放心，不会被发现的。那肇事司机我给了他500万，到时候他会顶罪的。调查9就指挥司机酒驾造成了意外。可是，如果不除掉他，周瑶怎么继承周氏集团？到时候我又怎么除掉周瑶，让那周氏集团变成我的？这怎么可能啊！张泽，当年你一无所有，是我不顾父母的反对和你结婚，让你进入周氏集团，成为周氏集团总裁。可你做了什么？杀了我父母，杀了我最亲的亲人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认识你，就是不顾父母的阻拦，嫁给你这个畜生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你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今天我就要让你血债血偿，你逃不掉的。爸妈，我给你们报仇。